如果把人類的一生放進動物世界，其實非常尷尬。我們拼命養生、運動、吃保健品，能活到80歲已經算長壽。但在地球上，有些動物聽到這個數字，大概只會慢慢眨一下眼睛，因為對他們來說，80年可能只是人生的開場。今天這份排名要講的是地球上真正的長壽怪物。有的動物能活500年，從明朝一路活到現代，甚至還有一種生物，科學家推測它已經活了2萬多年。當人類還在用石頭打獵的时候，它就已經安靜地待在海底了。第一名被科學界稱為永生之神，如果沒有被吃掉，它可以不斷重置生命，等於是把時間一次又一次重新開始。記得訂閱加點讚，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第10名，鸚鵡。想不到吧？鸚鵡絕對算是動物界的長壽選手，很多人第一次聽到都會有點驚訝，因為這種看起來活潑又吵鬧的鳥，其實壽命可以非常誇張。像金剛鸚鵡、葵花鳳頭鸚鵡這一類大型鸚鵡，在人工飼養條件良好的情況下，通常可以活60到80年，而不少記錄甚至已经突破100歲。一只鸚鵡如果從年輕時開始養，它很可能會陪伴主人大半輩子。在歐美國家甚至有一個非常經典的玩笑，養大型鸚鵡之前最好先想清楚，因為你可能不是它的最後一任主人。很多鸚鵡最後甚至会被寫進遺囑，跟房子、財產一樣被交給下一代繼續照顧。科學家認為，大型鸚鵡之所以壽命這麼長，主要跟它們的新陳代謝速度比較慢，基因修復能力較強有關。再加上它們在自然界裡屬於比較聰明的鳥類，大腦發達，適應能力強，也減少了很多生存風險。所以在動物世界裡，它們雖然不是最誇張的長壽生物，但如果放在人類生活圈附近，它們已經算是非常接近長命100歲的存在了。第9名，象龜。如果要在陸地動物裡找一個長壽代表，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幾乎都是烏龜，而其中真正的壽命冠軍就是體型巨大的象龜。像阿爾达伯拉象龜和加拉帕戈斯象龜，這些動物在自然環境下平均就可以活上100多年，在條件良好的情況下甚至能夠突破150年。最傳奇的一只象龜叫 Jonathan， 它生活在南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根據歷史照片和記錄推算，它大約出生在1832年，也就是說，當它出生的時候，清朝還在，蒸汽火車剛開始普及，而現在它依然活着，年齡已經接近200歲，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年長的陸地動物之一。象龜之所以能活這麼久，其實和它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係。它們的新陳代謝非常慢，行動節奏也極其緩慢，身體消耗的能量遠低於大多數動物。再加上厚重的龜殼提供了天然防禦，在自然界裡幾乎沒有什麼天敌，這讓它們能夠在一個穩定的環境裡慢慢度過漫長的一生。但即便如此，象龜接近200年的壽命，在今天這份榜單裡也只能排到第9名。因為接下來要登場的一種動物，曾經有明確記錄活了226年，幾乎跨越了整整2個世紀。第8名，錦鯉。如果只看觀賞魚，錦鯉絕對算是魚類裡的長壽傳奇。很多人以為錦鯉只是漂亮、貴，適合養在庭院池塘裡，但實際上它們的壽命可以長到非常離譜。一般錦鯉在良好的環境下，壽命通常可以達到50到70年，這已經比大多數魚類長得多了。但真正讓錦鯉出名的，是一條幾乎像傳說一樣的記錄。日本曾經有一條非常著名的錦鯉，名字叫 Hanako。根據研究人員通過魚鱗年輪進行檢測，這條錦鯉出生在18世紀中期，大約是1751年，而它一直活到1977年才死亡，壽命達到226年。簡單換算一下就會發現，這條魚幾乎橫跨了2個多世紀，從清朝乾隆時期一直活到了現代社會，人類歷史已經翻了好幾頁，它卻還在池塘裡慢慢游。錦鯉能活這麼久，其實和它們的生理結構有關。鯉魚類的代謝速度相對較慢，加上如果生活在穩定的水質環境中，疾病和天敌都非常少，就能慢慢累積出非常驚人的壽命。在日本文化裡，錦鯉也因此被視為長壽、
好運和生命力的象徵。第7名，紅海膽。如果只看外表，紅海膽絕對不像是那種可以活很久的动物，它們看起来就像海底一顆長滿刺的小圓球，移动速度極慢，存在感也不强。但科学家後來发现，这種生物其實是海洋裡的隱藏長壽冠軍。生活在北太平洋沿岸的紅海膽，在野外環境中壽命可以輕鬆超過200年。一些研究甚至發現，部分個體可能活得更久。而真正讓科學家感到驚訝的，不只是他們活得久，而是他們幾乎沒有明顯的衰老現象。換句話說，一只200歲的紅海膽，身體狀態和20歲的紅海膽差別並不大。它們的細胞依然保持很強的修復能力，生殖能力也不会隨着年齡明顯下降。這種情況在動物界非常罕見，因為大多數生物隨着年齡增加，身體機能都會逐漸衰退。科學家認為，紅海膽之所以能維持這種慢衰老的狀態，可能和它們特殊的基因調控機制有關。它們的細胞修復系統非常活躍，可以不斷修復 DNA 損傷，因此壽命被大幅延長。第6名，公頭鯨。如果只看哺乳動物，真正的長壽冠軍其實不是大象，也不是人類，而是生活在北極海域的一種巨型鯨魚——公頭鯨。這種鯨魚體型非常龐大，體長可以超過18米，體重甚至達到100噸以上。但真正讓科學家震驚的，並不是它們的體型，而是它們的壽命。研究人員在一些公頭鯨體內發現了非常古老的捕鯨魚叉，這些魚叉來自19世紀的捕鯨時代。也就是說，這些鯨魚在被研究時，很可能已經活了100多年。後來科學家通過 DNA 分析和組織研究進一步推算，公頭鯨的壽命很可能可以達到200年以上，這也讓它成為目前已知壽命最長的哺乳動物。想象一下，一頭公頭鯨的一生可能會跨越2個世紀。當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再進入互聯網時代，它可能依然在北極冰海裡緩慢地游動。公頭鯨之所以能活這麼久，很大程度上和它們的基因有關。研究發現，它們擁有非常強的 DNA 修復能力，可以有效減少細胞損傷和癌症風險。同時，它們的新陳代謝速度相對較慢，再加上生活在寒冷、穩定的极地海域，天敌也非常少，這些因素都讓它們能夠擁有極其漫長的壽命。第5名，格陵蘭鯊。如果說前面的動物已經夠長壽了，那麼從第5名開始，壽命基本進入離譜區間。格陵蘭鯊就是這樣一種生物，它不但活得久，而且久到讓科學家一度懷疑自己的測算方法。格陵蘭鯊生活在北大西洋和北極附近的深海区域，是一種行動非常緩慢的鯊魚。它們的游泳速度大約只有每小時1公里左右，幾乎像在海裡慢慢飄着。但也正是這種極慢的生活節奏，讓它們的身體代謝速度非常低，從而擁有異常漫長的壽命。2016年，科學家通過檢測格陵蘭鯊眼睛晶狀體中的放射性碳，首次比較準確地推算出這種鯊魚的年齡。研究結果非常驚人，一些個體的壽命可能達到400年以上，甚至有可能接近500歲。換句話說，當歐洲剛剛進入大航海時代的時候，這些鯊魚可能就已經在北極海裡游動了。等到現代科學家第一次研究它們時，它們已經在海洋裡生活了好幾個世紀。更誇張的是，格陵蘭鯊成長速度極慢，研究發现，它們每年大約只長1厘米左右，而且要到大約150歲才會性成熟。這意味着一條看起來普通的格陵蘭鯊，可能已經比好幾代人類加起來還要年長。第4名，北極鴿。如果只看目前有明確記錄，而且年齡可以被精確計算的動物，北極鴿幾乎是動物界裡的長壽冠軍之一。它的學名叫 Arctica islandica， 主要生活在北大西洋寒冷的海底環境，看起來就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蛤蜊，外表一點也不驚豔。但誰也想不到，這種不起眼的小貝類，壽命可以長到幾乎跨越半個千年。科學家曾在冰島附近海域發現一只北極鴿，通過分析貝殼的生長年輪，就像樹木年輪一樣，計算出它的年齡竟然達到507歲。因為它出生的年代大約是在中國明朝時期，
所以研究人員乾脆給它起了個非常形象的名字——明。簡單換算一下時間，就會發現，這隻蛤蜊出生的時候，歐洲還在文藝復興時期，人類甚至還沒有電燈和汽車。而當科學家把它從海底撈上來研究的時候，人類已經進入現代社會。北極蛤之所以能活這麼久，很大程度上和它們極慢的生活節奏有關。它們的新陳代謝非常低，心跳和生長速度都非常緩慢，而且長期生活在寒冷穩定的深海環境裡，幾乎沒有剧烈的環境变化。時間對它們來說，就像被按下了慢速播放鍵。第3名，深海管蟲。如果說前面的动物已經夠長壽，那麼從第3名開始，壽命幾乎進入地質年代級別。深海管蟲就是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生物，它們主要生活在深海海底的熱液噴口，學名叫做 hydrothermal vent 的附近。這是一種極端環境，海水溫度变化剧烈，周圍充滿硫化物和礦物質，看起來幾乎像外星世界。这些管虫身體呈細長管狀，長度可以達到2米左右，頭部頂着一圈鮮紅色的觸手，看起來像一束紅色羽毛。它們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幾乎沒有消化系統。沒錯，它們既沒有嘴巴，也沒有胃。深海管蟲的能量來源完全依賴體內的共生細菌。這些細菌利用海底熱泉噴出的硫化物進行化學合成，為管蟲提供養分。這種生存方式被稱為化能合成生態系統，也是地球上最奇特的生命模式之一。正因為生活在這樣一個幾乎沒有捕食者、環境極其穩定的深海世界，深海管蟲的新陳代謝速度非常慢。部分研究推測，一些個體的壽命可能達到上千年。在這種時間尺度下，人類歷史幾乎只是他們生命中的短短一段。第2名，冰島海綿。如果說前面的動物已經夠誇張，那麼第2名基本已經進入文明級壽命的生物。冰島海綿是一種生活在北大西洋深海海底的海綿動物，看起來就像一团安靜地長在海底的石头或珊瑚，但它的真實年齡卻可能遠遠超出人類的想象。科學家通過研究這種海綿的生長速度和結構推算，一些個體的年齡可能達到2萬年以上。這個數字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換算成人類歷史就會更震撼。當這些海綿開始生長的時候，人類文明甚至還沒有真正出現。那時候的人類可能還處在石器時代，農業文明都還沒有普及。冰島海綿能活這麼久，主要原因是它們的生長速度極其緩慢，有些海綿1年甚至只增長幾毫米。再加上它們生活在深海寒冷穩定的環境裡，幾乎沒有天敵，也很少受到環境變化影響。時間在這裡仿佛被放慢了無數倍。更有意思的是，海綿其實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多細胞動物之一，它們沒有真正的器官，也沒有神經系統，但卻能通過過濾海水來獲取營養。每天大量海水會不斷通過它們的身體，帶來微小的有機顆粒和細菌作為食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海綿就像是海底的活化石。人類文明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興衰，它們卻依然安靜地待在同一個地方，慢慢生長。第1名，燈塔水母。如果說前面的动物只是活得很久，那麼第1名就完全是另一個概念了。燈塔水母被許多科學家稱為地球上最接近永生的動物。這種水母的體型非常小，成年個體通常只有幾毫米，看起來就像海水裡的一顆透明小點，但它體內卻擁有一種非常驚人的能力——生命重置。正常情況下，大多數動物的生命都是单向的，出生、成長、衰老、死亡。但燈塔水母卻可以在生命後期發生一種特殊的生物過程，也叫做細胞轉分化，學名 transdifferentiation。簡單來說，就是當它們變老、受傷或者遇到環境壓力時，身體裡的細胞会重新回到幼體階段。換句話說，它們可以把自己從成年狀態重新變回嬰兒狀態。這個過程等於是把生命重新開始一次。幼體再次成長為成體後，如果環境再次變差，它們又可以再次進行同樣的重置循環。理論上，只要沒有被捕食，沒有生病，這個循環就可以不斷重複。也正因為這個原因，
科學界普遍認為燈塔水母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種具有生物學意義上潛在永生能力的动物。當然，這並不代表它們真的能一直活下去。現實中的燈塔水母依然可能被魚類吃掉，被海流帶走，或者死于環境變化。但如果只看生理機制，它們的生命確實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終點。最後，人類一直覺得自己是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但在时間這件事上，我們幾乎是動物界裡的短跑選手。人類平均壽命不過70-80年，而在海洋和自然界裡，有些動物隨隨便便就能活200年、400年，甚至500年。而排名第一的燈塔水母更是直接把生命規則改寫了。地球已經存在了45億年，而生命在這裡不斷演化。對某些生物來說，時間只是慢慢流過的一條河，但對另外一些生物來說，時間似乎根本没有那麼重要。所以問題也許不在於誰活得最久，而是自然界用無数不同的方式告訴我們，生命其實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神奇。好了，這期影片先到這裡，有什麼想討論的可以在下面留言，也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下期見。